因为业务的需求是急单先出货，但制造现场可能他们会觉得，简单的先做，因为比较轻松，反正大家都很急，那就等于大家都不急，那就按照我的喜好去做吧，成品交期呢就会大乱。那这个时候就很考验现场主管的功力了。如果你今天就是新的组长跟旧的组长在交接，但新的组长不会知道这个工厂历年来的一些生产状况，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计划性的东西抽出时间来，然后做接单的东西，因为接单比较急嘛。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说要导入系统。Hello， 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我是工厂诚实说的阿成。那我们今天有新的来宾哦，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嗨，我是易瑞科技的技术长。那我擅长将工厂里面的复杂流程转换成简单容易操作的程式。那听说你还有一个很特别 debug 的技能哦。也不是说特别啦，应该是说我们 debug 的过程中，有时候客户给的需求跟他想要的东西其实并不相符，会变成说他想要的很多，但他跟我们讲的需求很少。那我们就要在那有限的资讯里面去把东西生出来给他，还有要做出一些流程的 debug， 所以我会感觉这个过程就像是在通灵。那我这边也有一个外号，就叫工厂仙姑。哦，原来是一个这么特别的过程啊。对，但我本身是不会跟好朋友通灵的，不会跟神明通灵的，请放过我，谢谢。就跟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你们主要是中医吗？”我说：“没有，我们专门是来协助诊疗工厂的，而不是来诊疗人体的。”我那天有人密我问我说：“请问问世需要生辰八字吗？”我说我不需要生辰八字，但我也不问你个人的事情，我们只专注于服务工厂。拜托，如果你有这个需求，请就近公庙解决。没错，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访谈的形式啊，会有做一些改变。那这一次呢，我们小编呢有准备了一个客户案例的内容，那他这边有一些问题，好像需要我们来解决。那我们来听听看。小编这边怎么说？对啊，因为最近有收到有一位询问说，他们是成立将近30年，员工人数大概30人，做机车零件的公司。然后他们常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他们当客户询问交期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即做回复。因为目前使用的 ERP 上面的预计交期几乎都是参考用，那实际出货日期通常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递延。然后再来还有遇到一个问题是，目前生产线收集生产资讯方式是用手写报表，然后每天下班前会把报表交回到办公室，隔天再由文书人员输入到 ERP， 所以每天开产销会议的时候资料都会有点落差。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问题有点多。最后一个问题是，业务单位要了解生产单位进度的时候，需要透过电话询问或是人员亲自到产线走一趟才能确认细节，所以每天需要花很多时间在沟通跟询问。所以他们想要问问看两位要怎么解决它呢？那这3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客户群会回答到的问题。那我们就今天针对这3大问题的部分呢，一一来剖析。那也许你听完今天这一集之后，你觉得你的问题有得到了解答。好，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说，预计交期的部分其实很常会递延，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延后。那这样子的问题啊，其实是来自于有可能本身系统有这样子的栏位让我们去维护这个资料，但是我们并没有确实的去维护这些资料，那就有可能上面的资讯呢都是参考用的。那这一点就会有点非常的可惜，因为已经有软体工具了，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维护里面的资料，那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浪费了这个系统的感觉。那我们不晓得仙姑的看法怎么样呢？我觉得我刚刚听完小编讲之后，这3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把这3个问题都先讲它比较浅层的，我们再从它的因来导回它到底为什么产生这个果好了。
那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资料来源呢，其实都是从生产线这边收集进来的。那当然一开始在收集资讯的时候，可能不是非常的及时，所以导致他们的预计交期的日期呢没有办法被更新得很清楚。那再来有一部分是当时在工单开立的时候，有可能资料就没有输入得很健全，所以会导致即使生产线他们很认真的在执行他们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些的工作内容呢，并还没有手写到报表里面去，然后也还没有再输入到 ERP 系统里面来，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知道目前的完成进度。那也导致一件事情，会觉得好像一开始我们觉得预计交期的日期什么都不准，但是其实回归到源头，一开始收集资料的方式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及时，所以导致后面一些连带的资讯呢都被影响到了。再加上就是有时候开 ERP 的资料的时候，因为他们前面的资料刚刚讲了资讯收集不足嘛，所以他们会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用预设的方式。因为我们 ERP 的交期为了避免它为空，都会预设一个日期，就可能是当日或者是加个10日之类的。那开单的人如果没有做过足够的教育训练，他就会习惯，那反正我栏位都有，我一定可以存下来，那我这个工单就发出去了。所以那个预计交期的栏位也通常都是不准的。这个我就有感觉，因为我有遇过一些客户，他的预计交期的预设日期呢，就是他开立那一天往后加1个月。是的，对，那很多人就是直接把这个预设日期给存下来，没有再去做手动的维护调整。而且他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除了预计交期是他预设1个月以外，就算他的交期缩短了，他比较快交，他也没有把它维护进去，导致你后续想要依据你这个实际的交期跟预计交期做一个对照的时候，也都对不出来。没错。那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业务单位他想要了解生产单位的进度的时候，他可能都要透过打电话或者是直接走到现场才能够去了解这个现况。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因为除了前端收集资料的时候是透过人工手写报表的方式，然后再回复到系统里面来，然后再加上他们并没有一个集中式的资讯看板，把这些生产进度给很快速、很透明的显示出来。因为像刚刚仙姑有提到，就是如果在 ERP 里面去操作查询资料的时候，有些时候步骤是有点复杂的。他们除了步骤有点复杂以外，有些时候他们会想说，反正我这次都一样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一起做。因为他如果分开做的话，就变成说他要在每天都很琐碎的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有可能会累积在同一个时段。比如说我要攒工单，我会在同一个时段攒1个月里面所有的工单。那这1个月里面所有的工单，他不会说，那我就先把一些收在我的手边，一些发出去，不是，他可能会把这1个月的工单全部都下放到产线。那产线拿到这么多东西，他怎么知道要先做什么？所以他就我今天这个进我就做这个，今天那个好像比较少，我就做这个，那就变成说，也许业务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出东西，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产线的人什么时候要做，他必须要走到现场去看说，那产线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才能确认说到底什么东西有办法交，然后有什么东西可能要 delay 这样。所以在一般的传统工厂里面，他们业务跟生产单位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开产销协调会议的部分。没有错，因为他们就是要补足他们资讯的那个脱钩的部分。所以如果他们有办法把资讯的那个整个流串起来的话，他就不需要每次都走到现场去，尤其是有些厂区真的很大，你走到那边，你可能早上走过去，然后在那边吃个饭，然后下午走回来，一整天就不见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在生产管理上面用一些软体程式的手法去解决他们目前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当然有啊，我们就有做报工的程式。其实我们的程式是这样子的，他在当下报工就会跟 ERP 做交握，那直接上传到看板去。业务他坐在远远的办公室，他就可以在1分钟之内知道
我现在的产线的状况、生产的状况到底做到哪了。那如果他有在跟我们接机联网的话，他连数字都看得到，所以他其实是可以预计他到底多久可以做完这一个工单。他其实今天就可以马上回复说，那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工单，我可能明天就可以送回去给你那边，可以送到客户那边去，或者是我就可以开始进行交货、打包这些工作。了解。那如果说当他们的生产管理的部分已经有透过一些软体程式去进行更快资讯流的即时更新，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在生管产物这边，他要从订单去展出工单的时候，可以透过一个比较自动化排程的软体系统，让他们可以预先有一个参考值，知道说他们什么样子的产品可以安排什么样子的时间去做投产或者是缴货呢？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刚刚有讲这3个问题，其实前面是果，后面是因。那前面的因的部分是因为首先我们在报工的时候就不够资讯化，所以他才需要走到现场去。那它有一个第2点是手写报表的部分。其实我们报工软体是这样子，如果你在自己产线上报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文书小姐把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放到办公室去，然后每一个单子都打之后，隔天再去开那个产销会议，完全不需要。你其实在当天就可以今日事今日毕，除非你分批生产，当然不可能是今日完成嘛。但你如果这张单子你的量其实是今天就可以做完的，那你今天报表就会产生。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的报表及时性也都有了，资料及时性也都有了，我们下一步骤就会回到说，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客制化软体，把所有你做过的事情都收集起来。那会透过从订单开始展工单，然后去看它整个进度，我的工单已经完成了多少，那我订单的额是否足够，那如果不足够的时候，还甚至可以看说是否可以快速的发料采购这些的。我们是有这个程式的设计的，所以它确实是可以全部自动化。但你说排程的部分的话，排程的部分会比较庞大一点，但如果我今天只看我订单的交期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排程可能会再牵扯到 APS 是一个更大的系统，但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我要这样子做，我就得要导一个很大的 APS。No， 我们现在只需要从订单把订单整个展开来，确定它的交期顺序。我们可能下定条件是1个月、1个礼拜，我们直接去展，看它的需求有没有被符合，然后需不需要再展单，这样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展单是什么意思？展单是我们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嘛，从订单开到工单，再开到可能制成单，或者从制成单最后再变成移转单，这个过程它会要开工单或者是开单，因为它其实有些 ERP 是可以自动抛转的，所以我们会称之为展单，把单据展开来。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泵，它可能是一个成品，那底下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笔，会有笔盖，会有笔身，会有笔芯，那这个往下打开的方式我们会叫做展，所以我们在树状图里面把它扩散出来的这个方式，就会用展来去称呼它。其实展这件事情呢，本身它就是一个1对多的概念。是的，对，因为我们订单接进来的时候是一张单，但是当我们展出它的材料的话，就会有多笔的材料的明细。那这些材料的明细再去展出它对应的制造工单，就会有很多张。所以它其实就是从一个成品，然后去展开说，它底下有多少的材料，然后经过了多少的制程，才能够去组合出或者是组建出这样一个成品出来。因为刚刚前面有说，就是业务单位给需求，然后展了很多张工单给现场人员去做，然后他们不知道先做哪一个。但是那这些单不都是在做一个成品的单吗？因为业务那边不会只有一张订单，那它是不是就有很多需求，有很多成品？那你一次把成品又变成半成品，你看我们一个展3个，3个再展6个，
那你到那边的时候，可能到现场已经9个、12个了，那他怎么知道他要先做哪一个？而且他也有可能做的是现在最不赶的那一个。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当我们在接订单的时候，我们会针对一个成品去回复一个预计的交期，但当我们展到底下的材料，展出底下的制程，每一个细部的制程啊，在 ERP 有一个预计开工的日期以及预计完工的日期。那这些日期呢，它们本身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因为很多公司它的产品也许没有办法在1天之内全部做完，所以它同样一个成品，它往下展出来的工序呢，可能就会不同天的开工以及完工的日期。那这个时候呢，优先度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排不出优先度，对我们来讲，每一个好像都可以做，好像都很重要，那这时候就会变成好像什么都不重要，就是优先度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简单的先做。那这个跟业务的需求就不一样喽，因为业务的需求是急单先出货，但制造现场可能他们会觉得，简单的先做，因为比较轻松，反正大家都很急，那就等于大家都不急，那就按照我的喜好去做吧，成品交期呢就会大乱。所以有可能当初业务在丢工单的时候，他是每一个产品他都很急。应该是这样讲，业务丢工单的时候，他其实会丢给生管，生管知道业务很急，但生管当他没有把业务的轻重缓急告知到底下的其他的部门的时候，就会变成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就是会变成说，那这个就依照现场的主管呢，让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产排程，就会变成说他们明明是业务优先，但问题是他们生产不出来，变成所有事情都要看现场的人的脸色。那业务就很为难，然后现场的人又觉得说你都不懂我们。对，其实也蛮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有业务接单，而且是一个急单的情况之下，但在工厂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情况呢，是我们可能是属于我们也有走计划性生产，也有接单式的生产。那在订单还没有接下来之前呢，本来里面就有在做一些计划性生产的排程。那这些计划性生产的工作在持续进行的当中，现场生产线的主管他要再另外抽出产能出来去规划做受定生产的订单。那这个时候就很考验现场主管的功力了。那我补讲一下，就是现场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呢是已经好几年的主管了，所以他在排到底什么东西应该先出，不应该先出，其实他们是真的就很有经验。可是最怕是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交接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就是新的组长跟旧的组长在交接，但新的组长不会知道这个工厂历年来的一些生产状况，包含说刚刚讲的计划性生产或者是接单性生产，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计划性的东西抽出时间来，然后做接单的东西，因为接单比较急嘛。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而且它乱的时候它是从单点先乱，乱完之后它会扩散开来，就变成说你好像就是在这边投了一个石子之后，旁边开始荡起涟漪，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制他们，连业务都控制不住，连生管都控制不住，所以你很有可能一直以来都好好的，你只是因为换一个人，然后你的现场全部都大乱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说要导入系统，因为导入系统的好处就是你只要照着系统的顺序来做，其实你就可以解决你60%左右的困扰，你根本不会有换人的问题。好，那刚刚听下来啊，感觉第一步生产单位应该是要先修改一下他们收集资讯的方式，是吗？对，因为只有透过更快速收集资料的方式，那他们才有办法去及时的更新他们所需要知道的资料。像产销会议，大家吵这么久，业务跟生管到底在吵什么？就是吵一个资讯落差。对，所以如果当他们两边所接收到的资讯可以同步的时候，那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会议的时间。那所以他们更改了资讯收集的方式之后，然后他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及时的去更新订单的预计交期，还有工单的开工跟完工日，这样子他们的流程是不是就可以更顺畅、更优化呢？没有错。如果前面的资讯流都跟上了之后呢，他们只要把预计交期给维护好，
那我们后续就直接用程式来去展单。展单的时候，我们也会设定说，它原本的预计开工跟完工大概都差多少天，我们都直接用程式来去解决，用半自动化或全自动化的方式，就直接把这些事情解决掉。那他们追的时候，就照着这个追就可以了。没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透过更快速收集资料的方式，然后去辅助他们原本需要预测的一些日期的事项。那这些日期呢，它也不见得说，一开始就是程式挑一个预设的日期，而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我们经验的判断，给它一个更加合理的交期的日期，或者是开工完工的日期。那这些资讯收集久了之后呢，当我们后续未来要导入更先进的排程系统比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APS， 那这样子呢就会有比较大的机会。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当你在没有任何的资讯的情况下，你想要导一个很大的 APS 系统，那 APS 都是经过运算的，它一定会问你的开工日、完工日历来都是怎样，那你的预计交期过去都准不准？你根本就没有这些资讯的情况下，你要导 APS， 你就觉得它很酷很炫，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底打好，你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难上加难。你买了之后，你一定会说这个东西不好用，但不是真的不好用，只是你们的资料还需要再累积一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走到更智慧化的整个生产规划的话，那我们就要在前端生产线资料收集的方式把它给数位化，然后再辅助以我们在订单系统以及工单系统里面有一些预计的交期日期啊、开工完工日期都要做好一些详细的设定。那未来我们就有机会协助传产的工厂做到智慧制造、数位转型。没有错。那今天谢谢工厂诚实说，还有工厂仙姑跟易瑞科技的分享。还想听更多关于传产业还有数位化的议题吗？欢迎关注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哟。拜拜。感谢啊，喜欢的话就分享一下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然后他们刚讲什么？回过头来，那他们不是什么？快点，差一点。